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们结婚17年了，一起做生意也10几年了，我陪他吃了所有的苦，他现在觉得我是黄脸婆了，就只顾自己潇洒。他现在变得疑神疑鬼的，在家里都没法跟他讲理了。他现在在家一会儿就跟心里长草一样，总出去没事儿找事儿不着家。我觉得他就是嫌弃我了，不想跟我好好过了。他现在总是想着法的治我，我现在特别憋屈。他再这么闹下去，真就哪天给我逼疯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40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女嘉宾杨女士40岁，来自河北个体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已经衣食有妻了是吧？17年了是吧？对。啊，算老夫老妻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哈。对。育有一个女儿是吧？对。喜欢闺女吗？挺喜欢。你们家你最在乎的人是谁呀？都在乎。最在乎的是谁呀？最在乎还是双方的父母，还有谁啊？还有女儿，还有妻子，还有女儿，所以老婆排在第3位，对吧？第1位。别了吧，送命题。别了吧，哈哈，这不是送命题啊！沙大老师说送命题，我是想问问，我特别害怕就是人进中年的时候啊，心里没有敬畏了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，那就是老房子着火，谁也救不了了。这得先问清楚啊，说明这先生心里还有害怕的人，对吧？双方的父母他怕，闺女儿他怕，媳妇儿怕不怕再说了啊。我看了一下，了解了一下，好像出了不少事儿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最近是吧？您讲吧，都出了哪些事儿？讲给老师听啊。我们结婚17年了啊，这么多年呐啊，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啊。就是我手下有个小伙子，跟我干了2年多啊，我觉得小伙子不错啊，挺有能力，挺优秀的，是吧？回来呢，我就认他当了个干儿子。哦，我呢是有个打算，我呀现在这生意不好做啊，把生意啊我自己留点股份盘给他。哦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然后自己呢每年收点股份，自己享点清福，就是说让他去，因为他年轻嘛，他思维开阔，琢磨我这老一套思想不行了，我跟他商量这事儿。啊，他就跟我分歧挺大，我就不同意，他就不同意。我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想，突然间，他把这个买卖他要盘给他干儿子，但是我的想法是呢，他是盘给他干儿子，还是转移资产给别人？你咋这么多想法呢？现在我这只考虑大方向。我认为他这个干儿子的人品，我不太认可。你有什么不认可的？人家平常讨好你。平常给你送点东西，你有什么不认可的？平常跟你挺恭恭敬敬、你这一说讨好我就更生气了。啊，是他没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来家里面给我带一些礼物啊，还有化妆品之类的。那天拿了一套化妆品和我说，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做美容保养保养。当时我的脸子就不好看了，说让做美容做保养，他脸子生气了。你这生什么气啊？是不是嫌我那个年龄大了，花里胡花的？讽刺我呢？你看，他是左了撇，他是右脑思维，跟咱们想法不一样。人家是说的好话，他听着他不对，所以他现在他这个，我就觉得他没安好心。你想法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让你做保养，人家是为了你好，关心你，给你送点东西，拉拢跟你的感情，是吧？你一做人家就男子坏心。现在我就发现他现在故意跟我对着干啊，无理取闹。啥事儿无理取闹啊？我现在呀一回家，他都给我刷鞋底儿。嫌我去的地方脏，对呀，我看你鞋脏，刷一下也不行。那你正常吗？那谁没事刷鞋底啊？我认为很正常的。还有，我现在在家待都憋屈，我呀在家吃东西他不让，就让我掉渣，坐沙发上嫌我有褶，就连我上厕所他看着都不顺眼。所以您还老回家吗？说实话，真不想回家。有一次，我朋友过来，我们刚喝完酒，好朋友往家里带一下，增加一下这个感情，往家里带的朋友都是好朋友。结果我朋友刚坐那儿点上烟了，他把所有的窗户都开了，当时脸子都给撂下来了，让我很没面子。我是想他都故意给我找事儿，现在我觉得所以我现在真不想回家啊，真不想回家。我喝着在外头抽点烟，我也不乐意在家跟他多说一句话。
反正也是结婚17年了嘛，对我现在哪也看不惯，也烦了啊。哎呀，结婚都17年了，哪有那么多如胶似漆啊？这都谁不是你瞅我烦，我瞅你更烦呢？就是您看他烦呗。现在我看他是真烦，为啥呀？因为他没事给我找事儿啊，天天看我别扭他。他说了啊，他说17年的婚姻相看两厌了啊。这个您可能也感觉到这个婚姻里的危机了，是吧？您没想一什么办法说，我来缓解一下这个危机？我想过呀。啊，啥主意？我就觉得他现在反正他总说这个买卖也不是很好干，干脆你就在家待着吧，啊，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咱俩要不然再要个2胎。要什么2胎？啥岁数了？我就说趁着现在年龄还不是很大啊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您想火线生一个娃，把他给拉回来，是吧？对呀，他就不同意。过去你们俩买卖在一起做吗？对，过去是我和他一起。哦，等于这买卖是您跟他一起做的买卖是吧？对。一下，他支持你的所有决定，是这意思吧？那您觉得，你先生说的这个原版的标准，您认同吗？我不认同。那您觉得您原版的标准是什么呀？我觉得他现在他是经常不怎么回家，家里面的事情。您指的不怎么回家是经常不回家吃饭，应酬多，还是晚上都不回家了？这是2种不回家。经常3更半夜的回家。交给我们4位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核心问题啊，您对他最
靠谱，一边把一没什么前途的买卖摔给人家，是吧？人家不厚道吧？的思路，人家不厚道吧？不厚道吧？那这个我不解释了啊，我不解释了。这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李先生，不知道是因为10几年的婚姻产生了一些懈怠感，还是对自己的妻子有很多的不满之处，但现实是，确实不愿意回家，所以您就不要再去责怪你的妻子各种找事儿，因为你的心不在这个家，你还能怪他没有安全感吗？他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表现，其实都证明了一件事，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当然了，我也想跟咱们杨女士啊说一句哈，说实话，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再生一个孩子，这是挺有难度的。但是呢，可以有一件比这个事难度小很多的做法，那就是跟你先生多沟通。至少我看到你在你们婚姻当中也是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的，包括这个对他出去交往，对吧？一些干涉，包括你在家里面的种种表现，可能都是在发泄你的不满，以及表达你的安全感缺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但是你能不能想想，是不是对他管得太多了？管出来的男人可能最多也就嘴服，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他心服呢？那就是疼出来的男人才会心服。我倒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跟你的先生进行沟通，把你的真实的想法告诉他，也多听取些他心里面的想法，包括他对这段婚姻当中有哪些认为不满意的地方。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样，你们两个人都把彼此关切的东西，对吧？不满意的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，都坦诚的摆在桌面上来，一起去面对它，一起去解决它，你们的婚姻才可能走得更远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杨老师，我是觉得有些男人真的值得我们疼爱，咱要好好疼他，既然嫁给他了，疼他爱他一生一世。但有些男人真的不适合使劲疼他，越疼他越翘尾巴。我的感觉你的先生有点这样，你就看看你现场这个状态，你说话的这个态度，你毫不留情面的说我现在看着他就烦。17年的夫妻啊，这是糟糠之妻啊，是和你同甘共苦的女人，你就心里再有1万个说哎呀他现在怎么变得絮絮叨叨啊，疑神疑鬼，再有1万个不愿意，我认为你要是个厚道男人得忍住。你自己也知道生意现在不好，你自己也知道这1、2年你不想让他参与你的工作，请问你让他关注什么？你告诉我一个40岁的女人跟了你将近20年。有的时候我做的确实有点没错啊，所以我说你不能使劲宠你，给你擦鞋底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进门不知道应该换鞋啊？你抽烟给你开窗户，你还要怎样？你知道很多女人是受不了男人在屋里抽烟的吗？那不是我抽烟，是朋友过去抽烟。这是你们的家吧？这个家女主人不接受男人在屋里抽烟，不可以吗？你们能尊重一下她的感受吗？所以你的种种不耐烦，造成了她的不安全。我给先生建议是，真得收敛。这样状态的一个女士，如果不是丈夫支持她、鼓励她、陪伴她，她很煎熬。如果你念及17年的夫妻恩情，曾经陪你走过的酸甜苦辣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或者说你们共同孕育了女儿，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是这种状态，还天天喝、天天抽，我是看着挺不舒服的。你知道你看起来比他年轻至少10几岁吗？你心大呀，你乐呵啊，你外边朋友多呀，喝呀，聊啊，抽啊，他每天在干什么？在家巴巴的守着你回来。你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。女士，我说他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他能给你鼓励和支持，因为你们一路患难走过来。我挺感激我媳妇儿的。你感激媳妇儿？你刚才那态度，你怎么说的？我看他就烦。他对我的不理解，也让我转不过那劲儿来。你理解他吗？我有的时候我也想不通他，因为他的思维。你理解他就不应该让他从公司里离开啊。我是为他好啊。你认为对他好就是他好吗？他想离开吗？他在家里让他做什么？不给你擦鞋底他干嘛？我说女士啊，我数落他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很想说你，40岁，还是一个茫然的，对生活没有头绪的状态，特别不好。你的关注点其实，我虽然说他，我想告诉你，根本不应该是他，你应该关注的是你自己。女儿16、17了，这么大了，这男人有他自己的工作，
你每天只盯着他，只会让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狭窄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你关注的就应该是自我，我们自己怎么能更好？如果你喜欢做事，你就去做事情啊；你喜欢这份生意，你继续努力啊；如果你喜欢自己保养，就让自己年轻啊，去做一点爱自己的事儿。你想通过生孩子拴住他，生完孩子如果他这种状态，你更苦，你知道吗？孩子那儿嗷嗷哭着，他不回来。他会说你又没事干，你孩子还看不了，都生了一个养了一个了，第二个还不会看，你怎么办？不是不可以要2胎，我们自己情感独立、精神独立了，才能培养出一个好的孩子，否则你生了这个孩子，对这个孩子也不好。所以我劝你的是先关注自我，爱好自己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严老师，山大老师。婚姻的真正的价值在哪儿呢？我们说过了17年了，相看两厌。其实我倒觉得也是一件正常事儿。我们不能说期待婚姻一直到17年、20年甚至30年的时候，两个人在一起还如初恋一样，那都是梦幻的。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嫌弃眼前的这个人。但是婚姻的真正价值不是体现在开心的时候，是体现在人生的至暗面。就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有婚姻在，有这个家在，我有另一半能够支撑着我走过这段低谷。在我不开心、压力很大、无法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有另一半可以给我一个温暖的臂弯。所以你要想明白了，婚姻过到最后过的是什么，你就不会更多的去纠结他到底对我怎么样，对这个家怎么样。因为我相信过了17年的夫妻一定有某种默契存在，而且一定有比爱情还要深厚的情感存在。但是最可怕的就是，如果我相信了17年的这个人，你对我不是真诚的、敞开心扉的，你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的时候，那这日子就不好往下过。所以我对妻子说这些话呢，其实是想要帮他挽回他对你的这个信心。但是说这些话的同时，我也想点醒您，如果你心里藏了小九九，拜托你要善待这个跟你在一起风雨共患难的妻子。没有小九九，心是真。不要跟我说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。我指的小九九不是那些花天酒地，你只要内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。珍惜这一世的夫妻情吧，两个人共勉。谢谢。谢谢沙大老师。朱琦老师，生意是不好做，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就回家了，因为你那时候你知道，就在这个世界上跟钱无关还喜欢你的不就都在你家吗？就那几口人嘛。现在无非就都还有几张票子嘛，外面朋友当然多嘛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哭着回去不还找他们娘俩吗？至于你能不能感受到一个人的爱？可以感受，可以。你也应该能感受到一个人的不爱吧？爱是拦得住的，不爱是拦不住的。我觉得中年女人对于自己的保护不在于生孩子，生孩子什么也保护不了。几点吧，第一点，家庭财产要知情，就有多少财产得心知肚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要做家庭投资。我说的家庭投资，那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个人投资，我觉得挺重要的，但家庭投资更重要。家庭投资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了比如说像那个保险、像房子等等等等一系列对于家庭成员的一些财产方面的投资，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你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千万不要有一种过度依赖的感受，因为当你越是过度依赖的时候，可能别人走得越快。只有自己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的时候，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散了，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。就这样，谢谢。谢谢陆琪老师。这事儿是这样，说一事实感受啊，合伙开公司，1、2年前你把我从公司弄出来了，说是为我好，公司也没关门啊，您不是照样在经营吗？然后换了合伙人，我这老合伙人还死活看不上新合伙人，
我这心里别不别扭？您说，人之常情，别扭吧？咱就这么说，2年前他让你回家照顾孩子，他管公司，你回去了。有一天他回家，他忽然又跟你说，我要把这个东西转给我的干闺女。当然您是干儿子了，你多不多心吧？要是我会支持他的决定。哦，你还会支持他？对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把公司的经营权给他，您回家带娃。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。说，那就从今以后，把咱们这摊买卖你全部转交给我，我去打理。行，你在家里面。行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事儿可太好了，解决了。那我没什么要说的了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我知道您这么多年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操了不少心，付出了很多。我呀也希望你呢能多多理解我，多多支持我，也多多的包容我。我呢对你的心呢永远没变过，也请你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理解你，也不是不支持你，但是你有些行为啊，造成我的猜疑。我也希望你以后多照顾照顾家里人。我知道了。毕竟咱们一起走过来也不容易，17年。行。哎呀，杨老师，你说的特别对哈，我觉得男人是要疼的，你得疼你的男人，奋斗了那么多年了，现在买卖不好做。作为女人，你要重出江湖，挑起家庭买卖的一片天，让他歇2年，养养身体，对吧？他不是也说了吗？还有2胎计划嘛，对吧？您把身体养养，少抽点烟，戒戒酒，您把那边生意好好的调理调理，走上正轨，对吧？也知道这个为买卖道理怎么样，然后再跟先生商量，对吧？1年以后再商量，这买卖是不是要盘给干儿子呀？盘出去。这事儿我觉得挺好，您说呢？可以哈，您要同意我们这提议，您一会儿就从这门里出来，咱不为了面子啊，没什么。您要觉得我们这要求太过分了，您也可以不出来，没事儿啊。您这个呢，这就行了吧，是吧？这个管理买卖你有事儿干了，不用天天盯着他了。然后您担心的那些干儿子是有没有能力，您再去观察一下，包括干儿子对于这公司未来的想法。您可以跟他沟通沟通，了解一下，也许先生做的方式真对呢。半年之后您收山回家，你们田园养老，再生一子，幸福美满吧？啊，得接受这个方案，您就出来。您要觉得太过分了，让老公下不来台，说，哎，我还是选择相信他，我也不接手那买卖，您就别出来了，好吗？您出来就意味着您要接手那买卖，您出来就意味着您真的要把买卖交给他，好吗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啊！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来，请开门。来，请开门。来，这老婆真不他犹豫要不要给你留这面，因为他觉得他不出来你挺没面子，但是最后又不得已还得走出来。您歇3-5个月吧，在家里歇歇，让他打理打理，让他出去重新主局，让他明白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这心就踏实了，好吗？接下来我们就见证一下这对夫妻的一个特殊的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。好，买卖我是外行啊，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，万一他考察完以后觉得你主意是对的，
您的心愿不也就达成了吗？祝你们开心，愿你们快乐。谢谢两位，庆飞。